很多准备考试的朋友会问我说，如何开始或者是如何准备？对于一个刚开始准备的年轻人而言，或者刚开始投入这个国家考试的人而言呢，这确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路了哈。我以今天刚好遇到我同事的例子来说，我同事也请教我们大概每天中午的时候，大概12点半，我们午休的时间嘛，我会在体适能中心运动，做一下重训啊，跑步。那体适能中心是12点半开，我们同事大概12点20几分、25分左右就会在门口等他开门，一开门我就进去。那我在过去的时候，我走过去要在体适能中心门口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年轻的同事，见过几次面，但是我忘记怎么称呼他哈，他就跟我说他想准备司法特考，那我就跟他，因为时间很短暂嘛，很快就要开门，我们就要去运动了。我就建议他说，其实刚开始准备考试的人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内，固定的时间内读书读30分钟，我先讲30分钟啊，这30分钟你养成，每天固定就这30分钟哦，在读书的时候哦，比如说你读，假设你是回到家处理一下事情，8点开始读到8点半就好，那8点到8点半的时间你就一定要做下去。然后每天坚持，等到坚持到一定时间之后，你觉得可以了，你再增加为1小时，或先增加10分钟，然后慢慢增加到8点到9点1小时，然后再增加到1小时半、2小时，以此类推。通常一天大概读3个小时，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一天大概读3个小时。首先是说，为什么这个时间你要固定住？因为你只有生活作息很正常的情况之下，你的实力才会提升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那种3不5时就熬夜，上班时间都不固定，下班时间也不固定，那说实在的，你要考上长期而言，你要考上公职还是蛮难的。那我就这样跟我同事讲，因为这个关键点是训练你除了习惯之外，养成读书习惯之外嘛，你就算读不下去，或者是你看不下去，你那个时间就是一定要坐着读。就算你读的不是考试的书，是个小说或者是一本什么教科书或之类的你有兴趣的书，什么都可以的反正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先坐下来读。然后他就跟我说一件事我同事就跟我说，王老师被你猜中了，因为他现在准备司法特考的考试就是这样，想读就读，不想读就不读。没错，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通病。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跟大多数人的准备方式都是一样的话，你的结局是会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一定是一样嘛。你要去想想看，大多数人就是会像他一样，想读就读，不想读就读，有心情就看，今天心情不好他不看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你要先训练自己固定的时间去读书。这段时间说实在的只要你不滑手机、看书，或者是动笔写笔记、写东西、写日记都可以的你那个时间就是一定要坐着。这关键点是来自于你要训练你的心理肌肉。我们心理肌肉如果是越强悍的人呢，他去执行他想做的事情，就会很成功、很容易。那你怎么训练这个心理肌肉呢？就是每天固定时间去做对你未来有帮助的事，那当然就准备考试嘛，很多啦但是我是讲的是准备考试你就是每天固定去做，然后久了养成习惯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说，你心里想到的事情真的会做。你知道很多人他当然是希望每天都能够读好几个小时，很多人但来应付这种大型的考试，但是不用问也知道了不用问也知道，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你心里想的跟你实际做的都差异非常大。理想中的自己会写出很棒的笔记，事实上呢，你的笔记还是在抄书。理想中的自己考试出来会写，但事实上你考试看到考题都懵了，好像看过，但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心理肌肉你一定要先养成，固定的时间读书。那第二点呢我特别提到你要开始写心得。就算你今天看的是那个《白雪公主》这本书，你也要写心得
啊，就算你今天看的是行政学、犯罪侦查，或者是看的是电子学、统计学都可以，不管你怎样，都要写心得。就算你真的不会写，还不会写书上的笔记，你也要写你准备考试的日记，每天花5分钟或10分钟，用笔有没有写下你今天准备考试的心情是怎么样，把它写下来。越会写的人呢，他上榜的几率就越大，因为你只要会写，就代表你要去思考，你要去思考呢，你的思维能力就会变强，你的心理肌肉就会变强。好，这是我对一个初学者的一个建议哈，不是初学者，不好意思讲错，刚开始准备考试的人建议啊，我服务的学校体育大学，刚好有2、3个人同时问我，不同时问我，这段时间问我，好，来，我再重复一次哈。如果你刚开始准备考试，无论如何呢，你都要先让自己有固定时间开始读书，每一天的那段时间就固定去读。当然不是说绝对每一天的哈，至少10天内，大多数的天数都有哈。比如偶尔当然例外是没关系啊，但是关键点是慢慢的把它养成一个长期的习惯。好，中间有些没做到没关系哦，长期的习惯好。这个长习惯养成之后呢，这个读书的内容，你就可以越来越专心在专业考试科目上。但是你要记得哈，你千万不要去想着说，我现在开始读书，我就要很有效率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个读书的效率是来自于你每天先有时间投入之后，然后才慢慢养成。你会越读越快，越读越快，越写笔记越快，对专业科目的反应也会越快。这些都是由时间养成造出来的。我同事又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老师，那我今年快考试了，但是我也没什么把握，今年应该也是去陪考。来，当你的时间没有养成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，你也是在陪考，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考上，你会被你的人性最基本人性吃垮。那基本的人性是什么？没错。”你应该跟我一样，你应该能猜得出来，基本的人性就是懒惰，不会持续。3分钟热度了，3分钟热度。你从头到尾考试最重要就是对抗你的情绪，那情绪是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你人性上的懒惰。你人性上的懒惰造成你成就为成为现在的人。当然了，我讲的不是说全然的对或全然的错。我就跟我同事说，但如果你很会读书的话，说实在的，你每天看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甚至有看没看都差不多，因为你看的东西都会记住，而且你很快就会考上。来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没有，老师，我不是很会读书的人。对，你跟我一样，都不是很会读书的人。所以你最重要做到的事情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先训练你的心理肌肉，让你的心理肌肉透过每天做固定的事情，对考试有帮助的事情，把你的心理肌肉先训练得很强悍。好，训练得很强悍之后，你才有机会考上。好，我再举影片快结束了我再说一下我同事的例子。去年有同事去考那个地方特考吧，还是考什么考试？她已经一个很年轻的女生了长得漂漂亮亮的，我们都认识我们彼此都认识。她就说她很佩服她，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试，然后就考上了高考。我不知道是地方特考3等还是高考，有点忘记了。分发到宜兰，但关键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对这个行业非常清楚对这个考试这个领域很清楚。像我同事呢，那位考上的同事呢，说实在，我也跟他聊过了。他之前的好几年准备了3年、4年、5年全职准备，或者是半工半读准备，全部都落榜。来，记得他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准备，全部都落榜，一直到来到体育大学工作之后呢，也做了好几年了当然这之间也陆续在准备，陆续在考试详细的时间我其实不太懂，但反正就考很久，就跟大多数人一样都考很久。那去年的时候，他就决定家人鼓励他再去考，他就说好吧，那我去考吧。结果考一考他就考上。来，关键点是什么？关键点就是他经历了很多次的落榜，还是继续坚持下去。他把他所学的东西呢，透过漫长的时间来关键字漫长的时间才内化成为自己的。
写出来的内容才足以考上。好，这就是重点。漫长时间读，而且是坚持每天要读。当然了，很多人会说，其实他大部分时间都没时间看书啦。有些上班人他会说，他大部分时间都没什么时间看书，都是平常就忙着工作，下班就翻一翻，然后过不了多久就考上。来，那个人一定不会是你，好吧？清醒一点，那些很容易考上的人绝对不会是你，也不会是我啊。我们都是苦读型的，你看我的这个长相，你就知道我就是苦读型的人了，好不好？你也不能因为我好像讲话讲得很顺，辅导学生很多，就觉得我好像很聪明一样。不是的，我跟你一样也是苦读的，只是我就跟我在书上所讲的一样，我一天整整读14到16个小时，我连吃饭都在想书上的内容，走路也在想书上的内容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，包括补习班时间也都在想。整整维持了9个月，我才会在9个月内那么快时间考上。了解意思吗？我们也是苦读，只是我把漫长的时间浓缩到很短的时间内。那这个短的时间内又在一天当中拉得很长，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跟我一样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影片快结束了哈。总结：第一，培养你的心理肌肉；二，固定时间读书，从30分钟开始，或从18分钟开始也可以，然后慢慢拉长。这个动作就是为了养成你的心理肌肉。第三，想尽办法输出，不管你是写日记、写心情、写笔的，反正只要是动手写的就是对的，不是动手写的呢就是错的。为什么？不是动手写的东西，其实你都不会记住，好吗？真正动笔，我说的是笔哦，不是电脑打字哦，电脑打字也不行哦。用笔写在笔记本上的东西哈，记住的几率比较大，但是绝对不能照抄。你只要一照抄，你就死定了。OK。好，还有什么？想一下。应该没什么。10几分钟能不能接受啊？可以接受的话，那个随便留个言，好不好？创造一点互动。其实你应该注意到，你应该注意到，其实我不太有时间回复留言，但是我还是会看。好，那就先这样了，记得点广告啊，拜拜。